有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那师傅漂亮。欢迎收看李奥上来啤酒，我是李奥。有啦。网络上常常会有人抱怨买酒会被割韭菜，但割韭菜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的？其实它最早是源自于股市，所以重点人物就是要有大户来割韭菜，也要有接盘侠来接手，才能完成整个割韭菜的行为了。但是如果酒友是针对投资型威士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对台湾威士忌市场的了解，其实台湾没有真正的大户，也就是没有任何一家经销商，它是可以直接买断所有的货源，进而达到炒作控盘的效果。因为正常而言，台湾分公司会平均出货给各地的经销商，只有少数不是台湾分公司的代理商，且手上有够强的品牌，才能够达到真正控盘的效果。可是有人说，社长你骗笑啊！我可明明买16000，现在6000，我被割了啦，对不对？好惨哦。可是我举个例啦，现在签约店家要达到年度的合约，才能够配到12瓶到36瓶不等的可可，而且是经销价格。但如果店家的可可卖不够，他还要怎么办？代理商也不会供货给你啊，店家只能干嘛？跟同行调货啊。同行调货肯定是卖你什么？贵一点点，卖你市场行情价啊。因为他也是配货来的啊，同行也是要这样子啊。你是配货来的，我是配货来的，我卖掉了，你没有卖掉，请问你会卖我经销价吗？不会啊，不可能啊，你一定会卖我那个市场行情价嘛。所以为什么价格会波动这么大呢？主要是因为台湾市场的水货商很强悍，酒卖得好，就像国外引进更便宜的酒进入市场。我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更加了解。我以麦卡伦紫钻为例好了，麦卡伦紫钻是不是供给少、需求多，但是它的水货少？对耶，价格是不是也稳稳的站在那边？所以只要水货商没有来乱市场，它的价格波动就不会这么大啊。原来如此。所以割韭菜这个行为在酒市来讲的话，其实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大户，你只有接盘侠。但那个接盘侠有点像是接盘侠给接盘侠，接盘侠再给接盘侠，你是消费者互相在接盘，跟股市的割韭菜略有不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对于威士忌市场是不是有些概念？但我就来分析一下各阶层通路。谁会是韭菜的获利者，好不好？我们直接剖析了。今天小 P 没有来啦，我也不用戴面具了。你是2P 吗？对，我是3P。第一层就是代理商啦。那代理商一般是按照经销价出货给经销商，就是所谓的批发市场。即使2级市场的价格飙升，也跟代理商无关啊。对啊，对不对？所以代理商在割韭菜这个现象当中，不可能是可以直接获取涨价的利润。是第二个层级就是什么？经销商。经销商跟代理商之间，他们是不是有个合约的约定？他们规范必须以经销价格提供给下游的菸酒专卖店，都是固定的。对，所以经销商主要的利润来源就是物流财跟金流财。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因为经销商他只能卖给菸酒专卖店，他不能直接出货给消费者啊。在割韭菜这个行为当中，他其实是割不到韭菜的。但是也有可能有少部分的例外。怎么说？就是这一批酒市场上根本卖不出去，代理商是不是给了经销商货？是。结果菸酒专卖店不吃货，所以货有可能就囤在谁身上？经销商。对，然后又是个美丽的错误的话，突然2-3年后涨了，那这批又在谁手上？经销商手上。对，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例外了。好，再来最后就是我们的末端通路了。那末端通路是有可能在这个割韭菜的这个现象当中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在市场上很高需求的情况下，直接提高零售价。因为货在他手上，谁货在手上，谁就是王道。所以他可以远超出原本建议的售价，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但这可能是发生在某些稀有跟热门的酒款上面。当我们大众对于产品不了解、不充分，或者是供需失衡的情况下，这样的策略的话，通常叫与虎磨皮，因为你要长期考虑你跟客户的关系。今天你的菸酒专卖店客户就在那边，可是你突然需求大了，供给少了，你把价格增高，你的客户会不会对你反弹？会觉得你是奸商。对，所以说风险越高，获利也越高。他们在处于割韭菜的位置是最有利的位置。但是我讲风险越高，利润越高嘛。但如果货现在在他手上，这时候稀有款或特定款是不是价格都很高？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呢？崩盘。你讲的比较洒狗血一点，崩盘。但如果卖不出去的情况下，货囤在谁手上？酒商手上，所以酒商是风险很高。
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卖你远高于建议售价，他获取的是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囤货财，因为卖不掉，他就要自己囤货了。那囤货谁来跟他买？他自己要负责。所以风险高，获利高；风险低，获利低。那什么叫风险低、获利低？就是普饮酒款，士高利达啦，或者是12年的一些普饮酒款，它就是毛利大概可能只有5%或10%而已，获利非常非常低。但是都是有固定的消费族群对，购买。像金门高粱就是赚个5块20块而已，回转非常非常高。好，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分享的。那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目前是不是都有很多网络卖家？对啊，在某些情况下哈，我觉得个人可能很早期的时候会买入一些酒类，然后在市场上突然价格上涨的时候，他进而用高价转售而实现他的利润，这是在网络卖家。但是这类型的商品主要是更特定，而且更稀有，而且更高价的酒款。但买家的风险是什么？今天接盘侠的风险是什么？对，它有可能是。因为毕竟你跟店家买有保证有发票，其实如果你懂 Google 翻译的话，你还是可以跟国外买。但是啦，我要讲3个但是，为什么？台湾的酒真的便宜啦，你就算跟国外拉货，坦白讲，台湾酒还是真的便宜，国外可能还比较贵，还有一些税金，除非是国外的限定版。那刚刚是不是跟大家分析各个层级，就是从台湾分公司到经销商到酒庄，甚至到个人卖家，各个层级是否有割韭菜的一些现象？那我们今天就跟里奥社群的这个群友来征集一些被割韭菜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就是由尤拉来跟各位报告我们所有社群里面他被割韭菜的经验。今天有被征集到的话，影片之后就会再送各位小礼物。然后，但是我们在征集这题目当中，竟然出现一位最好笑的，反割人家韭菜。他说：“社长，我买了这瓶酒2000多块啊，突然变成5000多块，我是割人家韭菜，我也想要来投稿。”你去。但是你也有小礼物，由他分享。好，因为我们这次是真的征集，然后所以呢会把你的昵称都整个念出来。我们那个社群编号1913的 AK74，他说呢他去吃个铁板烧，然后就被洗脑买了一瓶1万多块的麦卡伦 Edition 6，有那么贵吗？你看他在吃个铁板烧就是餐饮通路，所以餐饮通路会卖贵是很合理的。现在 Edition 6大概行情价应该是4到6千块，应该吧？买贵好多。但他餐饮通路嘛，而且他吃铁板烧，他只说他吃个铁板烧，但是他没有说他可能吃了4份铁板烧，但是1份付钱，3份没付钱，所以那个店家就卖他1万块。有时候那个题目都会看正常的，然后可是很多人都故意不写，他可能吃了4份铁板烧。征集网友故事又在改编网友故事，会不会分析得太透彻了？好，下一位是编号1660的阿 K， 他说呢，他在亚洲区最大的麦卡伦专卖店买了2023年的 Classic Car， 然后接近9000块台币哦。那接下来呢，他又在附近的酒庄看到了一样的酒才卖4200，他觉得他真的是被割爆了。那个酒庄一定是卖水货，因为他今天是在机场买的，看到是9000多块，可是他今天在境内，今天我在那边看到4200，那就代表这个4200一定是水货。可是这价差也太大了吧？对，的确价差挺大的。我要怎么转我也转不过来，差个1000就算了，对不对？你差5000啊，您真的被割了。接下来这个更惨，下一个是1843的 Jackie， 然后他买的是黄金麦穗。他说，因为就是 Harmony 出到黄金麦穗的时候，他觉得黄金麦穗应该就是麦卡伦的代表作了，因为有个麦字。然后所以他就去酒庄要订6瓶，酒庄就说可以啊，但是1瓶要配2瓶的格兰利威。哦，是哦，这么扯 ，A 代理商配 B 代理商的货这样。他之后就是去家乐福看到1瓶才卖4999，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的 Jackie 就是验证了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我觉得早买会气死。但是如果你问我真的遇到这件事，我会不会气死？我心里会不悦，但是因为我已经心里很清楚，是因为我想要早买，所以我就会花钱。但是我心里已经不高兴，像特斯拉也是一样啊。你早买特斯拉的人是不是那个比较贵？那现在呢，整个大降价。好，最后一位就是1814的傻号，就是刚刚社长所说，就是反割韭菜的那一位。他说他就是在丰收刚出的时候第一代，然后他印象中好像是1瓶1800或2000，他买了1瓶。不久之后呢，就出了就是复刻版，价格直接升到5、6千。然后他说真的是非常遗憾，当初没有多买一点。所以其实在这个割韭菜的行为当中，为什么被割韭菜就有人会在网络上一直说？因为
他不高兴、生气，所以他讲。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一波的这个酒类的投资行为当中，你获利了，你绝对不会拿出来说，怕被骂。你不会告诉说啊，我赚了多少钱，我怎么样？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会讲？因为你怕别人去买啊。你赚到了吗？你这样到处讲，我赚到了，这支酒怎样怎样怎样，大家一窝蜂就跟去买了。我赚到了，赚到了这种行为啊，通常一定不会是所谓的接盘侠去说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群友所分享的被割韭菜的行为，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结论嘛，要如何不再被割韭菜，我们就可以学有经验的老板或是有经验的投资者的一些想法跟一些观念。我举我们的 K 大跟 Tony 为例，他们说一个非常好的重点：你今天要买这支威士忌，你自己觉得好喝才是重点。对，你一定自己要觉得好喝，然后你才能去买这一瓶酒，或者是投资这一瓶酒。除了这个市场价值以外，通常酒庄老板自己也会品尝口感啊，然后你自己也会品尝口感。如果是符合一些优质的产品的时候跟标准，你才可以考虑大量购入。就算跌价崩盘了，但它还是你喜欢喝的酒啊。我觉得好喝的酒不太会崩盘。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觉得非常建议是不要跟二级市场买酒。在市场上的酒款这么多，就算涨价了，你还是有其他选择啊。就如同我常常在说的，只要超过建议售价，你就不要买。一级市场被割比较少，二级市场被割你就真的是被割爆了。老话一句，投资有风险，买酒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你是要割别人韭菜，还是自己要当韭菜？其实你就是多做功课，去辨别风向。所以结论就是，超过建议售价，你就不要买。希望各位都可以买得开心，喝得快乐，赚得饱饱。那今天每次都有人在留言说，你们今天又没有喝酒？哦，对，上次那个 iCheers 就是这样。偶尔我们拍一些片也是要有正常的讲一些市场啊，对不对？也不能常常喝酒，因为毕竟我每次都早上拍片，早上喝醉了下午怎么上班，对不对？你想要看我们喝酒的话，那就干嘛呢？你要订阅我们会员频道，因为现在只要100元就可以在双周二的礼拜4看我们直播，看我们喝酒，对不对？对，市场都会被喝爆哦。对，我们那天就是大量牛饮，因为毕竟是晚上嘛，喝给他爽，喝给他开心，喝给他快乐，对不对？不像现在早上，我们早上只能品饮啊。最后话不多说了，就记得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我们李耀上来啤酒，下礼拜见，拜拜。